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招待会，把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新高。在元首外交的强有力引领下，新时代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俄双方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深化合作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陈宇、吴畏深入解读。上海复星医药宣布将售1000万剂 BNT 疫苗给台积电和鸿海永灵，首批最快9月到货。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小动作拖延郭台铭与上海复星洽购，折腾1个多月才知道，从头到尾并非对岸阻挠，而是民进党当局跨不过的心魔。民进党当局以疫谋独，引爆严重新冠疫情，死亡率高达5%，突破全球平均水平。有岛内网友喟叹，再好的新冠疫苗也医治不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病毒。以疫谋独一再失败，人命关天，灰头土脸的蔡当局这次能吸取教训吗？刘匡宇、刘和平点拨关键。中方依法对滴滴等企业进行数据安全审查，美国媒体却极尽抹黑之能事，妄称所谓战狼来到华尔街，实际上挑事儿的明明是美国自己。前特公司诺登踢爆棱镜门，震惊世界。美国常年非法监控全世界，甚至连盟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也不放过。法德领导人为此曾向美国怒讨说法。西方国家搞数据安全执法早已持续多年，美国司法部上月还被揭强行获取微软用户隐私数据，严重危害他国网络安全。耍流氓的。周日，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招待会。王毅强调，要把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新高。外界观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中俄密切互动向外界释放出强烈政治信号，及中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大变局下的牢固性与稳定性。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过去20年，在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指引下，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在国际风云激荡变幻中笃定前行，历久弥坚，始终保持强劲势头，不断迈向历史新高。王毅表示，20年来，两国互尊互信、相互支持，树立起大国相交、邻国相处的典范。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两国友谊和合作的纽带。双方始终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建立起高度政治互信和战略默契，为彼此安全与发展构筑起牢固战略支撑。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继续拓展各层级的交往，巩固双方背靠背、肩并肩的战略协作，共同捍卫两国核心利益，共同促进两国发展振兴，共同维护两国周边安全稳定，把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新高。出席招待会的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再次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杰尼索夫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新时代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相关条款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分析人士称，依据这一条款，双方在遇到安全威胁时有相当大的协调空间。中俄双方并没有结成军事政治的同盟，也没有针对任何的第三方也没有试图去搞集团化的这个大国的对抗。我想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胜似盟友指的就是在中俄关系这些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年以来中俄双方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这个合作，那么共同为这个促进两国人民的这个福祉，促进国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双方各自的贡献。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新时代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延续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生动实践。在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中俄两国元首已2次通话。5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6月28日，两国元首再次视频会晤，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外界观察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中俄外交的重要契机，两国密切互动向外界释放出强烈政治信号，及中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大变局下的牢固性与稳定性。与此同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边对中俄进行遏制打压，一边企图挑拨分化中俄的背景下，中俄元首的频繁互动和中俄关系的持续提升更显得意义重大。上周五，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谈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时强调，这是中俄两国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化一系列务实合作的基础。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中国，该条约都是今年两国政治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大事记。两国关系不断深化，表明该条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种态势将继续保持下去。扎哈罗娃还秀了一段中文：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使两国人民间友谊世代相传。7月4日，在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在谈及中俄关系时，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俄中关系可以说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超越了传统大国之间的互动，避免了意识形态化，不干预、不针对其他国家。当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提到所谓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杰尼索夫当场愤然反击，力挺中国。Well, if somebody gives me just one exampl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mposing its ideology on anybody outside Chinese borders, I will be very grateful. 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以来比较紧张的一个时期啊，尤其是有一些大国呢，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啊，采取了一些对国际和平稳定造成危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人类面对的很多的新的挑战问题上，你比如说气变问题上啊，比如说生物安全问题上等等。那么我想中俄战略协作、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这种战略协作，我想最深入的表达的方式，就是要在这些有共同挑战的地方，我们来进行有效的战略协作，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促进国际的和平稳定。此外，在人文领域，双方持续筑牢中俄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推动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民间交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中俄关系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专门用中文录制视频，表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俄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发布该国国宝级艺术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用中文演唱《七律长征》的视频，并介绍说，早在1952年11月，该团就以一行250余人的强大阵容首次来华演出，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缘。俄罗斯方面别出心裁给中共庆生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纷纷称赞好感动，走心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日在北京致辞强调，中俄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您对此如何理解？事实上，王毅这句话也是在回答外界多年来的疑问，那就是中俄关系究竟是盟友还是伙伴？这种带有一定代表性的质疑，体现在对中国奉行的结伴不结盟政策的不解与怀疑。2012年5月，中俄在联合国共同否决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提案之后，时任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席施瓦布将中俄关系比喻为所谓处于权宜之计的方便婚姻。若沿着这个逻辑走下去，那么在一些人看来，中俄似乎是因为美西方这个共同的外部压力挤压，逐渐走到一起的。是一种临时性的塑料的
互相猜忌的松散结盟。但中俄两国显然走出了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因为我们拿着一张更大的地图。国际关系其实与人际关系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假设两个人因为都不喜欢某一个人而走到了一起，那么这种由厌恶的趋同所维系的友谊恐怕很难保持长久。我认为，一段颠扑不破的牢固友谊，往往不仅限于我们都不喜欢谁，更在于我们都喜欢彼此。中俄之间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所以不是盟友，却胜似盟友，在我看来，主要在于中俄两国都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更大的共识面，建立了一种基于平等、互信、相互尊重的务实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中，结盟是强国拉帮结派的工具，是弱国左右逢源的车票。中国所秉持的结伴不结盟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思考。我们亲身体会过与苏联老大哥相处的日子，我们亲眼看到过冷战结束后北约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难以调和的肥皂剧。我们深知中国理应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符合国家禀赋、符合民族特点的独立自主外交道路。那么，同样的，当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因为奉行大西洋主义，试图回归西方、全盘西化而遭受这个碰壁之后，更加务实理性的，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双头鹰战略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也由此，中国成为俄罗斯绕不开、必须友好相处的重要邻国。因此我们看到王毅昨天在发言中的开篇，他是这样讲的：20年前，中俄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世界大势的基础上，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我看来，中俄关系走到今天，既脱胎于两国对历史的思考，也反映在当前的世界格局，更聚焦在未来的共同使命上。好的，也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7月12号，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旅空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田军旅强调，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美军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事实证明，美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为，严格管控海空军事活动，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拜登上台后第2次有美军舰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美国威尔伯号驱逐舰先穿航台海，之后又非法进入西沙领海。当时解放军南部战区也第一时间跟踪监视以及警告驱离。日前，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将去年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10043号总统令延期1年，导致近来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签证时被美领事馆拒签。此事持续发酵，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留学生群体准备对美国政府发起集体诉讼，并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据香港南华早报上周六报道，准备发起这场集体诉讼的中国留学生来自中国8所顶尖理工科院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以及北京邮电大学。学生代表称，这桩诉讼将针对10043号令的无理性展开辩论，呼吁美国现任政府对其进行修订或予以废除。有参与诉讼的学生认为，状告美国政府并非易事，这桩官司势必是一场昂贵的持久战，时长恐怕会持续6个月到数年，诉讼花销可能会达到50万到100万元。截至目前，学生诉讼团体已经筹集到3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并拟与8所院校的海外校友取得联系，进一步扩大筹款范围。另据《环球时报》报道，一些被拒签的中国留学生自发建立网站，并计划聘请
美国著名民权和移民律师艾拉·库兹班作为代表律师推动此次诉讼。目前参与起诉的学生约为1100人。有留学生告诉记者，一些攻读文科和商科的学生也是10043号令的受害者。第10043号总统令是去年5月29日由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限制部分中国公民进入美国。该总统令规定，凡是为了获取并转移美国关键技术，从而促进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实体和机构的学生、研究人员将无法获得美国签证，并被禁止入境。根据该总统令，关键技术包括量子计算、大数据半导体、5G、先进核技术、航空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拜登上台后取消了特朗普时期的大部分总统令，但是没有撤销第10043号总统令，反而宣布延期1年。针对美国务院发言人狡辩称，依据第10043号总统令，只影响少于2%的中国籍申请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上周五引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报告公开批驳，每年预计有3000至5000名拟赴美留学的相关学科的中国研究生受到影响，占总人数的16%到27%。美方的这个签证限制啊，的确为中美当前许多领域交流困难增加了一个新的阻碍，使得美对华政策更多的竞争的这一面展现的太清晰、太露骨，也使得中美在目前和接下来一段时间中间的沟通和交流又增加了一个摩擦点。除了10043号总统令，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对中国的移民政策收紧了很多。中国行动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由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牵头，联邦调查局等多个部门也参与其中。这项行动计划的本意是对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但是也影响了很多从事理工科的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做研究、工作等。而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在去年7月由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出台政策，要求学校秋季不提供线下课程的留学生离开美国，这也给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恐慌。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加州政府以及加州大学系统等相继提起法律诉讼，该政策随后被撤销。而在此次中国赴美留学生签证受阻事件中，550名中国学生向50所美国高校发送联名信，呼吁各高校提供声援，并加入到废除10043号令的法律诉讼。学生们希望美国各高校在今年秋季的新学期能继续提供在线课程，并延缓入学手续，直至10043号令被修改或废除。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一名杨姓学生代表的话报道称，超过一半的高校对联名信进行了正式回应。其中，美国康奈尔大学方面表示，已致信国务卿布林肯，表达了对无故拒签留学生的忧虑。不仅如此，该校还与其他美国高校进行联络，并商讨可行对策。遗憾的是，这些美国院校中没有一所愿意协助中国留学生与政府对簿公堂。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东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国高校之所以出现前后态度不一致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受影响中国留学生的绝对数量不大，且诉讼仍处于筹备阶段，校方需要观望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在当前美国国内这样一种消极的对华氛围下，高校也不敢贸然帮中国留学生说话。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政府在对华交流中间制造出来的一种非常毒化的政治的氛围，确实约束和限制了美国的一些高校在中国留学生法律途径捍卫自己权益过程中站出来，站在留学生一边的这样的一种作为。拜登年初就任美国总统后，曾在不同场合流露出恢复中美人文交流、欢迎中国留学生继续赴美留学的意愿和姿态。4月27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允许向中国境内申请人发放 F1 学生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在同一时间发布消息，称持有 FM 签证的中国留学生从今年8月1日开始，可以直接从中国飞往美国。这一度令国人看到了美方
方在中国留学生赴美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丝曙光，但在实打实的新学年赴美签证申请问题上，被拒签留学生感受到的是美方的恶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上周五就表示，这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理念和欢迎中国学生的表态完全不符，是继续在开历史倒车。有分析指出，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以至于挑战美国世界领导者地位，是美国两党绝大多数政客的共识，并非所谓特朗普主义。从历史和现实看，更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民主党，在这方面甚至较重商主义的共和党走得更远。这再次表明啊，美方联邦政府对于中美留学生的这样的一种交流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操弄啊，的确伤了很多留学生的心，也使得中美关系在人文交流中间变得更为挑战和更加困难。除了留学生问题，近期中企赴美上市当中出现新情况，也备受各方关注。6月底，中国移动出行平台滴滴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交易。本月初，因滴滴出行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滴滴接受国家监管层的网络安全审查。此后，多家企业传出暂停或延后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消息。上周二，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强调抓紧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压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上周六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一条还提到，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商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对滴滴出行等企业的监管，是为了适应数字经济新阶段，进一步完善对上市企业监管政策的一种表现。但西方舆论却选择性忽视此类监管欧美国家早就在做，而且更严格的事实，硬是做出变了味儿的解读。英国金融时报借此揣度所谓中国赴美上市亮起红灯。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采取行动来限制此类上市，凸显出北京和华盛顿方面对技术、数据保护和安全的未来存在不同看法。而随着美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信任鸿沟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都可能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美国商业内幕更是耸动地提出，这是所谓中国战狼进入了华尔街。还有些反华的西方媒体借机渲染所谓谁在买中概股谁就是白痴，企图让国际投资者远离中概股。我们国内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也正在健全和完善之中，所以美方对华的许多的行为总是给予一种预先设想的诋毁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去解读，将中国规范国内既有的商业秩序的行为解读为一种破坏性的行为，这再次反映出来美方在对华的认识方面以及不同领域的交流方面，还没有摆正心态。实际上，对中概股亮起红灯的恰恰是美国。去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旨在迫使中企接受由美国监管机构负责审查的年度审计制度，否则就从美国退市。同年11月，特朗普政府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参与和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相关的交易。拜登政府上任后，更是继续扩大这份所谓涉军黑名单。而说到数据安全，美国更不可靠。就在今年5月，丹麦广播公司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丹麦国防情报局接入丹麦互联网，获取原始数据，从而能够秘密监视监听目标国家元首，如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瑞典、挪威等盟国领导人和高层政治人物。丑闻踢爆后，法德首脑曾在记者会上愤怒向美讨说法。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围绕滴滴风波，有美国媒体近日妄议所谓“战狼外交”来到了华尔街，您对这种荒唐说法有何评论？美国媒体非常善于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抓取受众的眼球，实则其内在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行文看似娓娓道来，实则处处夹带私货。作者莱内特·洛佩兹，我翻阅了一下他以前的文章，以商业品牌评论为主。
可见他既不懂战狼，也不熟悉外交，使用这个标题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他吃瓜的用意，让这篇文章有一种所谓的神秘感。当然，这篇文章的水平虽然不咋地，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及西方社会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中国的方式。我之所以说这位作者是在吃瓜，是因为他还没有搞清楚所谓滴滴风波的事件本质是什么，就着急忙慌地将此事置于中美大国博弈脱钩论的话语体系里进行论述。实际上，所谓滴滴风波的本质是中国企业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成长遇到的新问题，而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其规管，完全是站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内，是站在保护广大消费者的角度，是市场监管者的逻辑。滴滴公司很快也发表回应，表态会协助有关方面进行整改。政府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进行查缺补漏的这种良性互动这不是在人类商业社会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吗？美国媒体由此快进到了中美脱钩的剧情，扣上所谓战狼外交的帽子，显然是在给自己加戏。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当美国的一位业界观察者开始撰文，用大国博弈的视角去解构中国的市场规管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国际市场的焦虑情绪。但我也希望国际投资者一方面能够读懂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政府正在给中美经贸往来频频设置障碍的客观现实。正在引发市场焦虑情绪的，恰恰不是中国政府，而是美国方面。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上海复星医药宣布将售1000万剂 BNT 疫苗给台积电和鸿海永龄，首批最快9月到货。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小动作拖延郭台铭与上海复星洽购，折腾1个多月才知道，从头到尾并非对岸阻挠，而是民进党当局跨不过的心魔。民进党当局以疫谋独，引爆严重新冠疫情，死亡率高达5%，突破全球平均水平。有岛内网友喟叹，再好的新冠疫苗也医治不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病毒，以疫谋独一再失败，人命关天。灰头土脸的蔡当局这次能吸取教训吗？刘匡宇、刘和平点播关键。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周日发布公告，该公司所属复星实业与台积电、鸿海及永龄基金会日前已签署新冠疫苗的销售协议，向2个采购方销售共计1000万剂 BNT 疫苗。而台积电、鸿海永龄证实，第一批疫苗预计最快9月底后可送抵台湾。面对外界质疑，过去 BNT 疫苗采购进展不利，是民进党当局在拖延搞小动作。民进党当局坚决否认曾阻碍采购，甚至跳出来邀功，令人大跌眼镜。台湾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周一发出联合新闻稿，宣布已顺利完成合约签署，各完成500万剂 BNT 疫苗采购，并捐赠予台当局作为新型冠状病毒防疫使用，预计最快9月底后可送抵台湾。复星在公告中表示，复星医药产业于2020年3月获德国拜恩泰克授权，在区域内及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商业化基于其专有的 mRNA 技术平台研发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产品。而此前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所谓原厂洽购为由，企图绕过复星医药，无视商业规则，侵害复星医药的合法权益，并长时间阻挠台湾企业购买 BNT 疫苗。不过这一次，台湾民进党当局不仅跳出来抢功，还坚决否认曾阻碍采购。已经完成的捐赠契约的签署程序，达成了本专案阶段性的重要进展。对此，有台湾网友不满认为，因为卡不了了，转为想办法收割人家的功劳。台湾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周一凌晨在脸书发文强调，在洽购期间，中国大陆没有对疫苗采购过程有任何指导或干涉。大陆此前多次表示愿向台湾民众提供防疫帮助，包括在购买上海复星代理的德国 BNT 疫苗时提供便利。有岛内舆论直言，如今鸿海和台积电与复星签约，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所谓大陆阻挠完全是借口。郭董跟台积电的成功购买 BNT 疫苗，也再一次的打脸陈时中，证明陈时中恶意说谎，
说全世界都买不到。台湾《中国时报》称，鸿海洽购 BNT 疫苗终于明朗。过去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小动作拖延郭台铭与上海复兴洽购，背后难脱政治考虑。折腾了1个多月，才知道从头到尾未必是对岸阻挠，而是民进党当局跨不过的心魔。文章呼吁当局少些政治盘算，避免再借疫苗议题挑起两岸对立。如果政府早就核准，早就不阻挡大概半年以前就已经进来了，就是因为他以前阻挡嘛，阻挡以后民怨四起嘛，因为你阻挡也没关系啊，你阻挡如果你有足够的疫苗你就阻挡嘛，你自己又买不到，你还阻挡别人，疫情起来了就很紧张，每个人人人自危啊，所以压力大了嘛，蔡英文感受到压力嘛，所以才要求说啊赶快，所以行政院还有陈时中才配合嘛。大家都看得清楚啊，这你们看不清楚，把大家当傻瓜。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一公布，台湾新增2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目前，台湾累计15273例确诊，自2020年起累计741例死亡病例，其中733例本土病例。目前岛内疫苗已到货702万剂，但接种人数只有300多万人。甚至英国阿斯利康疫苗从3月3号到货迄今已有372万剂，期间还发生强打潮，但接种剂量只有199万剂。5月台湾新冠疫情本土爆发后，出现过一个热词“校正回归”，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近日一个新词“微解封”又成为新焦点，搅动了岛内社会的方方面面。台湾疫情趋缓，防疫指挥中心宣布3级警戒延长至26日，但部分措施13号起微解封。最吸引民众的一项就是有条件开放餐饮内用，但随即被双北等13个县市否决。联合报11号称，许多人形容微解封的神逻辑真幽默，可以上山不准下海，可以打篮球不准玩斗牛，可以看电影不能赏舞台剧，而且新版特区不能看电影，过桥到西门町就能看。健身休闲中心维持关闭，健身房则可松绑。5人不能室内聚会，但9人可以共挤小巴啪啪走。禁止5人在家聚餐，只能到餐厅大家一起摘口罩吃饭。疫情下的政治搞笑反映微解封的矛盾与错乱，民众看不懂逻辑错乱的复杂措施与规则，县市首长也纷纷表态逆时钟，也就是不遵从防疫指挥官陈时中的政策。台北市长柯文哲称，当局发布命令就不管，相当不负责任。只要发布个命令，那后面他都不管了，然后再就是各个县市自己去决定。问我的话的，这个相当不负责任。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称，微解封之乱暴露出指挥中心失去公信力，等于是继疫苗政策撕裂社会后，进一步制造社会对立。台湾当局一拍脑门，拿出了这么一个决定，根本就行不通。那么有的往前进，有的往前走一步，有的还要往后退2步，那么整个社会就出现一种非常混乱的这样一种局面。台湾民意基金会周一公布最新民调，与过去3个月相较，民进党认同者锐减15个百分点，或28.2%认同，创下过去2年半来的最低纪录。流失的支持者比台中市人口还多。国民党认同者没有明显变化，柯文哲领导的台湾民众党则异军突起，或15.6%支持。在过去1个月内，支持度上升7.1个百分点。台北市和新北市是这波疫情受创最深的地区。柯文哲在抗疫中表现突出，全台民众对他的信任度从4月的46%上升到5月的59.4%。国民党籍新北市长侯友宜实干形象甚至获得绿营民众肯定。在多次民调中，侯友宜都位居台湾6大县市之首，绿营早已视他为2024年最大假想敌。蔡英文2次执政，在他的声望冲到高峰之后，都迅速的回落，迅速的丢失掉中间选民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现在台湾又来到了这样一个中间选民有将近40%的这样一个比例，那么它已经强大到足够去制衡2大党的这样一个政策选择，但是同时他们又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一致性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认同，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台湾的除了2大党之间，其他的这种各个小党之间的更加碎片化和分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发布公告，宣布与台积电、台湾鸿海永龄基金会完成了1000万剂复必泰疫苗的签约过程。您对此如何解读？我认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对于台湾面临的新冠疫情以及两岸的政治问题来说，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及时雨。因为台湾只是透过上海复星医药集团
采购复必泰疫苗这件事情，涉及的不仅仅是台湾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事关台湾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问题。由于蔡英文当局刻意的政治操弄，台湾这次透过上海复星医药集团采购复必泰疫苗，一度演变成了一个僵局。假如这场僵局持续下去，那么对于卷入这件事情中的两岸各方面来说，都会是输家。首先，中国大陆是非常乐意把疫苗尽快送到台湾的，但是由于蔡英文当局的政治敏感症发作，倒打一耙说中国大陆想通过购买复必泰疫苗这件事情来矮化台湾，这个说法在岛内忽悠了相当一部分民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实际上就躺着中枪了。那么其次，在防御抗疫方面表现不利，尤其是刻意将疫苗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蔡英文与民进党当局，其实也是伤人800自损1000的输家。由于台湾老百姓迟迟得不到疫苗，民众怨声载道，蔡英文个人的声望跌到了43%，创下了23个月以来的新低。民进党的支持度则跌到了22.6%，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那么再次就是台湾老百姓成为了蔡英文挑起的这场两岸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与事件的直接受害者。5月中旬以来，台湾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确诊病例暴增至1.5万多人，死亡超过700人，确诊患者死亡率超过4%，明显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假如德尔塔变异病毒再度来袭，而台湾又迟迟得不到足够的疫苗，那接下来台湾的疫情形势将会不堪设想。当然了，假如这场僵局持续下去，我认为本来已经是冰冻三尺的两岸关系将会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因为两岸之间的误会将会越来越深，两岸之间的结将会越来越难解。因此无论如何，这件事情都已经到了必须要快刀斩乱麻尽快解决的地步。那么在您看来，这次一波三折的新冠疫苗签约采购能为两岸关系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其实在两岸官方与半官方交流渠道已经全部中断，甚至已经处于了事实上的不相往来的情况下，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做成，关键就在于蔡英文当局迫于严峻的疫情形势，不敢再死硬阻拦台湾民间，也就是台积电与郭台铭创办的鸿海永龄基金会，向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购买1000万剂复必泰疫苗，能够再捐赠给蔡英文当局，以供台湾民众来使用。假如说得更具体一点，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做成，一是在两岸官方与半官方交流渠道已经全部中断的情况下，民间力量站起来充当了润滑剂，甚至是在关键性的时候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二是两岸有关方面，尤其是中国大陆方面，这对这背后涉及到的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就是两岸的政治定位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模糊化处理，并最终使得这场危机与僵局变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只要台积电与永龄基金会与上海复星签了约，也就意味着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并没有受到伤害。对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与德国药厂来说，这件事情不仅最终符合了契约精神，而且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两岸就是通过创造性的模糊手法，最终不仅为两岸关系破了冰，而且为后续的两岸关系发展确立了基本的大原则与大方向。那么其次，在两岸并没有官方往来的情况下，透过两岸之间的白手套，也就是通过设立两岸之间的官方机构海协会与海基会的方式，终于搭起了两岸之间交流互动的平台。其二是创造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的9·2共识。而这次疫苗协议的签订，我认为实际上是两岸通过创造性模糊手法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的又一个成功案例。
只不过过去两岸都是透过半官方机构海协会与海基会来解决问题的，而这一次，这是民间组织与民间企业在关键时候站了出来。因此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只要心中装着两岸和平与两岸民众的福祉，并且大家都愿意坚定地为这两个终极目标而奋斗，那么两岸之间的问题再复杂再敏感，最终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的观点，谢谢。